大家好，我是轩妈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现在是感冒多发的季节，身边很多人都反复咳嗽，尤其是体质差的老人和小孩，感染上的几率会更大。家里要是有小孩感冒了，导致整晚咳嗽睡不着，不仅折磨小孩，家长也被折磨得心力憔悴。面对这些问题，很多人是靠吃药，但是是药三分毒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在感冒开始的时候就要控制病情，以免加重感冒咳嗽的症状。其实除了吃药控制以外，我们可以在感冒还没有严重之前，以食疗的方法缓解咳嗽，预防感冒。如果你冬天也是反复咳嗽，那就吃它。老一辈人的土方法，1周3次润肺化痰，孩子都抢着吃，这也是老一辈人的智慧和结晶。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先准备1根白萝卜，白萝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、矿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肠道环境，有利于人体健康。除了营养价值之外，白萝卜还有很好的药用功效。中医认为白萝卜味甘辛，性凉，能够生津止渴、清热解毒、化痰止咳、顺气消食。在《本草纲目》中，李时珍将白萝卜称为蔬菜中最有利者，这足以说明白萝卜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之强大。那白萝卜的具体功效和作用有哪些呢？第一，改善呼吸道问题。白萝卜中挥发性成分具有杀菌的作用，有助于缓解咳嗽、感冒和鼻塞等呼吸道问题。第二，增强消化功能。白萝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增加排便次数，帮助消除便秘问题。第三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铁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免疫力，预防贫血。第四，降低胆固醇。白萝卜中的萝卜硫素可以促进肝脏排毒，减少胆固醇的合成，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，保护心血管健康。第五，氧化作用。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比如维生素 C 和类胡萝卜素，可以中和自由基，延缓衰老过程，保护细胞免受损害。6. 促进肝脏健康。白萝卜具有利尿的作用，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废物和毒素，清洁肝脏，维持其正常功能。白萝卜洗干净，不要去皮，然后切成丁。切好的白萝卜丁放入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个苹果，苹果的功效和作用。第一，可以保护心脏。苹果里的纤维果加抗氧化剂可以降低体内有害胆固醇，提高有益胆固醇含量，所以一天吃1-2个苹果，不容易患心脏病。苹果富含抗氧化物质和纤维素，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，减轻动脉硬化的风险，进而保护心脏健康。第二，变胃消食。苹果中的果胶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缓解消化不良和便秘的肠胃问题。第三，预防癌症。苹果中的多酚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，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，尤其是苹果皮富含类黄酮，可以预防结肠癌和乳腺癌。第四，促进免疫力。苹果中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，提高身体抵抗力。第五，控制体重。苹果中的纤维素和水分含量比较高，可以增加饱腹感，减少食欲，有助于控制体重。第六，平衡血糖。苹果中的纤维素可以降低血糖上升速度，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。第七，改善肠道菌群。苹果中的可溶性纤维可作为益生元，促进有益肠道菌群的生长，改善肠道健康。第八，提供营养素。苹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比如维生素 C、维生素 A、钾等，有助于满足身体对这些营养素的需求。苹果切成苹果丁，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2个橘子皮。橘子皮本身很好，全是中药，民间也作为调味料使用。
药理上具有理气、健胃、化痰、止咳的功效。橘子皮的具体功效和作用：第一，提高免疫力。橘子皮富含维生素 C，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，提高抵抗力，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。第二，改善消化系统功能。橘子皮中的柚皮苷具有促进消化和缓解胃部不适的作用，可以帮助消化、缓解胃痛、胀气和便秘的问题。第三，降低胆固醇。橘子皮中的柚皮苷和橙皮苷能够帮助降低低密度脂蛋白、胆固醇。长期饮用橘子皮水有助于降低血液中不良胆固醇的浓度，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第四，氧化的作用。橘子皮中的多酚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作用，可以中和体内自由基，延缓衰老过程，改善皮肤质量。第五，减肥作用。橘子皮中的柚皮苷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和燃烧，有助于体重减少和脂肪堆积。第六，化痰止咳。橘子皮含有挥发油，因此具有理气化痰的功效，尤其是对于肺热痰疗效非常好。第七，促进肠胃吸收。橘子皮含有挥发油，对肠胃有温和的刺激作用，从而促进肠胃的分泌和吸收，同时也排出肠胃中的废气。橘子皮洗干净，把它切碎，切碎好的橘子皮放入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，把这几种食材全部放入砂锅中，加入适量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小火煮15分钟。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小红心，非常感谢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打开盖子，加入一块冰糖，再加入适量的枸杞。中医认为冰糖具有润肺、止咳、清痰和去火的作用。加入了枸杞汁，枸杞汁可以增强造血细胞的增殖，能增加白细胞的数量，使人体造血功能增强。第二，枸杞汁还可以提高机体功能，增强机体抗病能力，可以使机体对各种有害刺激的适应能力增强，防止病邪入侵，增强健康恢复。把冰糖煮至融化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入碗里。一道简单的萝卜苹果水就做好了，放置不烫手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吃。记得小时候每到冬天，外婆都会煮这个萝卜水给我喝，坚持喝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和惊喜。喜欢的话你也收藏起来试一试。好啦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，欢迎您的订阅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